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是剑堂堂主，你背负利剑，那我们比拼剑法。啊，你都没有抬头，怎么知道我背着剑？剑就是剑，藏不住锋芒。可我没学过剑法。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，我不能跟别人学，免得那个人不教我。 谁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！你回去向他学一招，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能够胜过我多少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，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？拳法、刀法都行。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。好，你等着。居然！剑堂这个死脑筋，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。我也想。 剑堂堂主，剑痴，剑痴。村长，要不你就传两手？对呀，是啊，你就教教呗，你就是教教我。时间太短。哎，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！时间虽短，但好在木儿是霸体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霸体。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。 控制一根树枝，去刺一棵树。我忘了，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，但元气深厚。再次杀猪刀试试。第一次杀猪刀的时候，什么感觉？我的元气丝太软，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。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。刺，只要你学会了刺，天下间灵胎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刺，这个动作，用剑来刺，灵胎也要握剑。 元气扎根在剑中，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的身躯。再次，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啊！不够。 要控制所有力量，腿的力量，腿是力量源泉，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。拳的力量融到剑里，眼睛的力量，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？让你的剑也长眼。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。等等，用这口剑吧。墙燃烧了一半，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，得抓紧时间。来吧。很好。 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，出剑！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。之前那把剑呢？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，我如果用真剑，会伤你性命。荒谬！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，平平无奇。我没学到剑法，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，刺。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剑是。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，就被他的剑锋斩断。一个普通的刺，竟有这样的威力吗？公子，公
子，永江好像变红了。好多尸体，是尸体的血染红了永江。永江这么大，这得有上千不上万人的血才能染红吧？什么大妖，居然杀了这么多人！尸体似乎都是延康人，难道是刚才那艘船上的人杀的？奇怪，延康人杀延康人，怎么还要跑到大虚来杀？地动山摇的，这是什么动静？不好，他们在上游开战，加速了冰面破裂，提前形成了冰潮。这么多尸体和伏兵，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，堵住水道，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，形成大洪水。那该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边塞的水道。胡灵儿，你去告诉他们延康人和冰潮的事，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。村长爷爷还在村里，但他行动不便，还有谁能帮我？对了，还有那个家伙。木耳这小子又在忙什么？好无聊啊！仙青儿，无聊的我都幻听到放牛娃的声音了。仙青儿，是不是越来越近了？仙青儿，仙青儿，又是你这个放牛娃！我真没什么好东西能让你打劫了。冰潮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我需要你帮忙拖住冰潮。啊？没兴趣，反正冰潮每年都有，这里有贼秃在，也淹不到我。你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斩断铜像的锁链，助你脱困。就凭你？孽障，胆敢坏我渡妖功德，你可知道他的口腹之欲尚未戒断，你将他释放出来，他会吃多少生灵？虚伪！你高坐在庙里，仙青儿吃人你不管，庙外每年冰潮洪水你也不管，只想着你的功德。邪魔外道，冥顽不灵。婆婆和爷爷们每年都去拦截冰潮，救村民和飞禽走兽，救了无数性命。说靠功德就能修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是金身禅尊，才不像你是个铜的。放牛娃，我带你闯出去！老娘终于出来了！冰潮到了。大虚乃神器之地，大虚众生之恶，需要冰潮与大洪水洗涤，方能退去邪恶。这是大虚的因果。我只知道，你现在就在大虚，这冰潮是否也是你的因果？说得好！星星儿，能不能以冰潮过来？我们可以借铜像的力量拖住冰潮。好主意！风来！贼秃，你也尝尝冰潮冲刷的滋味吧！嘘，
休想逃！完了，被他关住了！铜像怎么会小禅师的金钟罩？他也是大雷音宗的吗？可恶，他想困死我们！恶人暗算我！这一剑来自哪里？威力竟如此惊人！对了，一定是村长爷爷。分明是从正面，说什么暗算？大虚再也无法平静了。400年前，我来到大虚，四肢尽废，万念俱灰，想着毕生的抱负都没有了着落，一次又一次想要了结此生，但又偏偏死不得。有一次，我没能承受住魔的诱惑，走入了黑暗中。你太强了，强大到即便是黑暗里的魔怪也很难杀死你。那时我走在生和死的边缘，我很疯狂，向黑暗中的魔怪大吼大叫，想要求死。然而那一刻，我眼中的黑暗像雾一样渐渐变淡了。我看到了一个个与大虚重叠但是不同的世界。等我进入大虚深处，抵达涌江的源头，那些奇怪的世界一下子便从黑暗中剥离开来。黑暗中竟然真有其他的世界，那会是什么景象？我看到很多扭曲的影子，但看不清他们。他们都很强大，甚至有些比我还要强大。他们向我招手，似乎是在邀请我。我想到我还肩负着责任，不能死在那里，所以退出了黑暗。木耳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个影子，或许就是你见过的那些。黑暗之中的那些世界，我称之为暗界；我们所在的世界，我称之为冥界。明暗交替，白天时冥界占主导，而到了夜晚，则是暗界占主导。如果太阳手说的是真的，无忧香或许就在暗界里。我不明白，无忧香打造了驱散黑暗的太阳船，像神一样厉害，但是无忧香自己又像魔怪一样藏在黑暗里。那无忧香的人到底是神还是魔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伙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我又是什么？我想带木耳去暗界走一趟，探探无忧香究竟是什么。一个人能进出黑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，带上木耳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放心，这400年来我还是有些长进的。待我闭关休整一段时间，出关后便带着木耳去暗界。神啸、青啸、碧啸、丹啸、景啸、玉啸、狼啸、紫霄、火霄，9重天眼，开！
好多好多魔。莫怕。身上的光比星宿10还亮，就像神一样。不对，村长爷爷更厉害，是活着的神奇。我就知道，老头子还是老头子。哼，沉寂了400年的剑神，终于要出山了。木儿，我们走。婆婆放心。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万龙除心，原来香龙城，哦不，旧时代的天龙星宫是长这样吗？不可分心，黑暗危险异常，跟紧我。奇怪，刚才还能看到很多魔，现在反而一个都没有了。前面好像有道裂缝。不对，是4道，看起来好像是指甲。等等，5个指甲，4道裂缝，难道那裂缝是指缝？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地面也在轻微的震动，就像地也在呼吸一样。那是……危险！这就是当年最强的剑。木儿，当初我是在永江源头进入暗界的，我们便去那里寻找无忧香。这一路要奔行5000里，你速度太慢，我带着你。好快！那是我们村。诶，永江龙王的龙骨在哪？这就到永江龙宫了吗？是神女关的神女。奶奶庙的海眼龙王，他们怎么跑出来了？
这是要去哪里？哎，有条小舟。 荡舟的居然是个骨头人！老剑神，许久不见。我想乘舟出行，寻觅一处名为无忧乡的地方。这个人认识村长爷爷？有钱能使鬼摆渡，无钱便做摆渡鬼。 没钱还想做海舟，不知道友是否还有余钱？也罢，你我那个时代的人所剩无几，能在这里相遇，也是缘分。你老了，但还是比我强上一分。不过好在我比你年轻几岁，可以比你活得久一些。村长爷爷，他是谁？他叫灵景，右手少了个无名指，我斩断的。哎，他是村长爷爷的对手。 是对手，也是道友。这家伙喜欢凑热闹，四处闲游，见识过许多奥秘。其实我很羡慕他活得潇洒，比我轻松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是如此好动，居然跑到了这里。哎，那些神骨蘑菇怎么不动了？也不攻击我们？ 就像看不见我们一样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舟上的缘故，这海舟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瀑布里竟然藏着一条水道。 好多神魔！别怕，他们都被一股神圣的力量封印在崖壁里，出不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杜翁是好人吗？他真能带我们去无忧乡吗？难说。不过你的玉佩带我们来到这里，多半会和无忧乡有关。 死者生界，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？还有一行字：生者止步，死者前行。我怎么变成骨头人了？村长爷爷，你……生者可以死。 死者可以生，这便是死者生界。二位，请。颠倒生死，竟有这样奇妙的世界！
奇怪，这些村民居然在夜里劳作，还有这么浓的雾，这要怎么耕种？村长爷爷，他们怎么这样看我们？死者生界改变了生和死的规则，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这里的死人。两位外乡客，有何贵干？请问老丈，无忧乡该怎么走？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多谢。村长爷爷，这里有古怪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村子里的都不是人，是魔。那些魔没动手杀我们，反而告诉我们无忧乡的所在。他们想做什么？难道无忧乡是魔的地盘？别瞎想，魔怪一向狡诈，尤其善于蛊惑人心。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去探个明白。倘若无忧乡当真与魔有关，便立刻退出来。我们已经穿过雾海，老丈所说的河，应当就是眼前这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。河里究竟是水还是火？这要怎么过去？太阳船？不对，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，还有些幽光，这是什么？一轮残破的月亮，这是月亮船。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！奇怪，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？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？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，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乡？月亮出现在夜晚，因此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。无忧乡只在黑暗出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摩儿，无忧乡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。你见到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。沐月者？啊！村长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不去相认吗？万一她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母亲？我看到的不是女子，是一个魔。是。
曾经被封印在真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，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，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。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，可现在，想必是借着死者生境重新恢复了力量。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，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。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！好家伙，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。小魔头，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，那才叫骗。如今你想找无忧香，我也想找。用人族这种低等生灵的话来说，应该是互帮互助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也要找无忧香？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玉佩交给我，我代你回无忧香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魔神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彼岸之际，天魔众生，但守住了无名之刃。魔神竟创造出一个属于魔的极乐之界，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，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？哎，那个漩涡呢？村长爷爷，您怕不是禅尊做下圣物吗？里面怎么会应声出魔？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，竟能污染莲花，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。一旦沾染，禅意堕魔。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之一，杂部天魔柱。摩尔，取我一根发丝，系在腕上。漩涡在那儿。这些猎物形状好奇怪，不像兵器，倒像是牙齿。难道？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，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。村长爷爷。
你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儿，一定知道木儿身世的一些隐秘。说，你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与我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蛊惑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吗？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——丰都。丰都门关，旧时代传说中的鬼门关。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？这里是丰都的死者圣界，活人禁区。你是活人，不应该来这里。你也不是死人。我名赤秀，是替丰都王捉拿犯人的夜游神。能够自由穿梭于丰都和大虚之间，所以，在死者生界作乱的魔神不是丰都王的犯人，闯入这里的活人反而是你捉拿的对象。魔神作乱，自会付出他的代价。你想离开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丰都王很欣赏你。他有个要求，你死后属于这里。人死之后，不是应该归幽都府君管吗？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惹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丰都王为何要与幽都府君抢死人？黑暗降临前，大虚的死人就都归丰都管。现在也是。原来丰都在黑暗降临前也是大虚的一部分。丰都王和太阳守一样，直到现在仍在履行神职。考虑好了吗？死者生界，生者死界。外界的死就是这里的生，死后还能在这里活下来，何乐而不为？我答应。不过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问，我未必会答。无忧乡在丰都里吗？不在。那无忧乡在哪儿？为何木儿的玉佩会对月亮船有反应？那艘月亮船是无忧乡吗？月亮船出自无忧乡，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死人，你去问他。死人？这死人为何留在月亮船上？你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很讨厌你。那个死人醒了，你去找他。别忘记你的承诺。你死后我去接你，不要跟幽都府君走。丰都与幽都的冲突从何而来？那个月亮船上的死人不去幽都，也不去丰都。又是这首歌谣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怎么样？村长爷爷的本事这么大，一定会平安归来。
最后一关了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，请村长爷爷赐教。举起你的剑，剑有4边，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；朝向你的敌人这边，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。剑就是你的一杆尺，用剑法做标，衡量善恶是非，既是衡量你的，也是衡量敌人的。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一式，学会了，就算通过我这一关。你传授的剑法，不仅仅是招式，更多的是使命。学了你的剑法，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。木儿，能够肩负得起吗？我不行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。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，我也老了，最多比他晚死几年。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。我的剑法叫做剑图。剑履山河，堂上谋臣帷幄，兵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神可发语。此日楼台顶爱。剑履山河，都人齐贺大风歌，关岭诸神来贺。村长，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，用剑气作画。山川河海遍布之处，都会被剑气斩杀。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。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？村长爷爷说过，剑有14招基础剑式：刺、挑、云、斩、劈、点、崩、挂、撩、抹、扫、架、截、花。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刺为1，挑为2，劈为3，以此类推。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数，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。1、4、1、5。1、3、6、2。
赶路人路过贵宝地，长老能否通融一下，给个歇脚的地方？村子很小，客房多数还空着。天魔教主若不嫌弃，就寻一个房间歇歇吧。所以长老是专程在这里等我。教主客气，贫道道号青山。不知青山道人还有没有其他朋友？目前只有一人一狗。不过今晚有一场除魔大会，要不了多久，便会有更多村民赶来。一帮粗人除魔，难免吵得很，还请教主恕罪。无妨，既是盛会，我圣教亦当共赴。青山道人请回，我们便在这里住下。教主睡个好觉。嘘，都别说话，去睡觉。老东西不是要找人来吗？去睡觉，谁也别睁眼。快睡觉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睁眼。青山前辈深夜点灯，莫非是寻到了天魔教主？前辈好手段。他已经在村里睡下了，枯叶道兄呢？我这便去杀了他，为枯叶前辈报仇。当心，天魔教主本事虽不高，手段却不少。若他又幻魔，此方空间已被我折叠，他无法完成血肉献祭，自然换不来魔身。只是天魔教主如此泰然，是真有后手，还是一出空城计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我们4个天人境，再加上生死境的青山前辈，何愁拿不下他？
不急，待各路同道齐聚除魔大会，再取其性命，以慰英灵。凤七吴师兄到了，快过来！诸位，天色不早了。今日诛灭天魔教主，还枯叶前辈一个公道，还大香城诸位英雄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与各位共饮此杯。文殊道兄，你怎么了？大家小心！天魔教主房里有高手。青山前辈发现了什么？你们看他的眼睛，他死前看了那里一眼，便中了这一箭。那里究竟有什么？一幅画。杀了这么多同道兄弟，把房子轰碎，不要对那幅画动手，跟他拼了！戒备！
难过，故国不在，人数就庄。可以睁眼了。这幅画明明是空的，猫为何看不得？这些人都是那幅画杀的，空间折叠也是那幅画破的。龙爷爷作画时，给画中的村长爷爷附了魂。一幅画而已，我不怕。我真神降临，谁也不惧。不过，你将我锁在机关巷里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解开封印，我的意识回到都天后。不再踏足你们的世界，如何？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回去，还是躲起来召唤真身？就像这个空间折叠，都天魔王既然知道它的术法构成，难道就不知道它的破解方法？包藏祸心，根本信不得。